这台无极的 DS525X 最终测出来的下限油耗是 2.82 升，手机 APP 显示跑了 109.17 公里，跑了2小时08分，平均速度是 51.1 公里，而仪表显示跑了 103.7 公里。表显的平均油耗是 3.1 升，后面呢，我发现它降到 3.1 就降不下去了。无极的 SR250GT 也是，测下限油耗呢都是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，而且是没有红绿灯，统一用最高档，相同的路线，平均速度相差不到1，所有的车都是一样，因为这样测下限油耗是最接近车辆的真实油耗，其他的呢都和人和测试的环境有关。例如有些人喜欢4000转换挡，有些人喜欢5000转换挡。9点10分测一路绿灯，9点15分测一路红灯，或者左拐多一点是个油耗，右拐多一点又是个油耗，所以只有测下限油耗才是最接近车辆的真实油耗。统一没有红绿灯，统一最高档，统一的平均速度，不同的就只有车，所以这样的油耗是最具有参考意义的。3.08 升的油跑了 109.17 公里，平均油耗是 2.82 升。而无极的 CU525 是 2.73 升，同样的下限油耗，同样的测法，为什么下限油耗相对竞品呢要低一些呢？很大一部分功劳是因为齿比，它4档表显就能达到178，而极速油就180左右，而5档段油的表显速度超过199，因为表显的最高速度就显示199，所以基本上看不到5、6档的段油极速。从档位的级数上看，它5、6档基本上是作为超速档用的，所以用最高档以55到60的速度匀速巡航的时候，它的转速在2800转左右，而且油门开度也很小，这对省油是有一定帮助的。这台车呢配有2个模式，它主要差别在油门响应这一块。现在是运动模式，右手呢轻轻拧油门。现在切换到 Eco 模式，同样的操作，看一下车辆响应的情况。Eco 模式呢，动力呢来的要更加缓一些，加减速的时候会更加平顺一些，而运动模式呢响应要更加快，给人一种随叫随到的感觉。这样的调教呢比较适合跑越野。油门响应这一块呢，凯越500X要调得更加激进，因为它偏向越野性能更多一些。这台呢偏舒适性更多一些。这台车60到0的刹车距离16.4米，成绩相对来说比较一般，刹车的制动力呢也不够强，还有后段的 ABS 介入的比较早。前刹车呢虽然配的是双碟的，但是不是对向是我塞的。从成绩还有刹车的体感，还有卡钳的配置上看，制动的性能都不算强的。这台车呢，车头部分还是有点异响的，车主呢也说到这个问题，它的预载调到最硬的状态的，而且阻尼也比较硬，过一些小的颠簸呢，震动很容易传递到车头和车把上面，所以前减震的压缩、回弹、预载我都调了一遍。调完之后呢，细碎的颠簸过滤得更加彻底，过相同的路段，之前细碎的高频颠簸少了不少，车头的异响也少了一些。23款的前减震是全可调的，后减震呢只能调预载，压缩阻尼是调不了的。而24款呢对前后减震都做了升级了，行程呢也更加长，后减震呢也换成阻尼可调的了，而且价格还更低，相对来说呢24款更加有性价比。最后总结一下这台车吧。发动机的动力、震动、油耗匹配的比较均衡，比较好。骑起来呢，要比春风速的 MT， 还有赛克龙 RX600， 还有凯越500X 要更加沉稳一些。车的整备质量也是最重的。反过来说呢，就是灵活性没有上面那几台车那么好，所以基本上是相对立的。整车的质感方面呢做得不错，但是车头里面又有点异响。发动机的运行呢比较整和比较干净，但是机子震动方面呢只能算中上。总体来说呢小问题还是有一点，但是呢它整体的实力还是能排在国产的第一阶梯的，因为对手小问题也同样有。24款呢配置要更加高一些，所以竞争力呢也要比这台车要更加强。